世道艰辛，庶女难做。父亲死后，将军府日渐凋零，府中唯一疼爱我的哥哥代父从容，远赴沙城。嫡母将我培养成扬州瘦马，任由达官贵人羡玩，以此补贴家门生计。哥哥，哥哥，你回来了，我不是在做梦吧？为兄，听说阿楚又被母亲责罚了，我来看看你。哥哥，此生此心，唯心语。和你永远和你在一起，该多好。不要脸的贱人，竟然敢勾引兄长，乱伦通奸，把他给我押去后院陈堂。哥哥，阿楚，你我敌情兄妹，你怎可生出这等大逆不道的心思？他们可是兄妹啊，这不要脸啊！怪不得将军府会败落。兄妹竟然干出这等伤风败俗的事情，真丢不下老将军的脸！真是不要脸！我不是这样的，我没有勾引哥哥，没有。我怎么会又做这种梦？兄妹相亲，有违人伦。哥哥出征已有3年，今日归来，李楚楚，你一定要断了这份心思。上旨，将军府李枕护国有功，特封为吉林将军，驻守安平郡。这是老爷在世时御赐的匾额，他战败身死后，这匾就被摘了去，如今总算又回来了。从今往后，无人再敢小瞧将军府。恭喜吉林将军，恭喜老夫人。母亲，怎么不见二妹？二姑娘，今晚有客。他这会儿有事，晚点再见吧。一路上辛苦了，快进屋歇着吧。明玉，二姑娘她人呢？如今衣锦归来，我却还是无法逃脱扬州瘦马的身份。难道只有死才能彻底解脱吗？谁来救救我？是我草率了。当年除了明月外，应该多留一些人照顾阿楚的。好，来！
我女儿。求求你，放过我吧！妈的！原来你早就是个烂货！为什么都要逼我？只想安安稳稳的活着，就这样。阿楚，阿楚，你在哪儿？阿楚，阿楚，你在哪儿？阿楚，你，阿楚，阿楚。我杀人了！阿楚，你怎么样？有没有受伤？哥哥，我不是在做梦吗？阿楚，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我杀人了，你走。阿楚，你听着，人是我杀的，朝廷早就对刘谦互补，我杀了他，朝廷不会怪罪我。阿楚，你受了这么大的委屈，为什么不和哥哥讲？说了又能怎样？远水解不了近渴，不过是平添烦恼罢了。况且，按母亲的脾性，哥哥越是插手，我的日子恐怕越不好过。以后不会了，有哥哥在，定能护你周全。哥哥，这样会不会连累你？要不，我还是去自首吧。阿楚不用担心，一切有哥哥在。3年未见，阿楚可有心上人？我没心思考虑这些，只希望能够早点脱离苦海，过上轻松自在的日子。既然现在哥哥回来了，阿楚也可以考虑一下。二姐姐，你说大哥哥当上将军以后，我们的日子是不是也能好起来了？深宅庶女，身份卑贱，若是不想法子逃离这个牢笼，到头来也不过是任人鱼肉的棋子。姑娘，夫人带着大姑娘来了。
亲，母亲，女儿知错，母亲息怒。你今天的胆子大得很啊！好好的差事让你办砸了不说，还在背地里搬弄是非。母亲，今天可是大喜的日子，你就饶了二姐姐吧。母亲，这些姨娘家的庶女们就该好好管教管教，不打不长记性。二姐姐救我！爸，今天也就是管教一下你们。如今枕阁高升，以后结交的都是高门贵户，都给我仔细着点，免得丢了将军府的脸。怎么样，芊芊，打得疼不疼？二姐姐刚才为什么就不服个软？我们越是服软，他们就会打得越狠。为什么呀？为什么只有咱们两个是姨娘生的庶女？老天爷真是不公平。等我以后下个大官，当了贵夫人，就没有人敢欺负咱们了。嫡母步步紧逼，我不能坐以待毙，必须想办法离开将军府。夫人，不日就是邻国公府的赏花宴，乔娘子递了帖子来，邀请大爷和咱们家3位姑娘出席。母亲，听说林小公爷刚过了官礼，恐怕也在物色人选。好好准备一下吧，最好来个亲上加亲。枕歌儿，眼下你也到了该娶亲的年纪，这安平郡的世家千金倒是不少，但是依母亲看，最般配的当属国公府的林大小姐。母亲，儿子什么千金大小姐都不想要，只想……二姑娘，厨房有母亲特地为你们熬的汤，你去盯着点吧，别熬干了。是。堂堂将军府2小姐，怎可让她去做陪酒的下作勾当？放肆！你怎可对母亲说这样的话？以后二妹妹的事，母亲都不必烦心，我来做主就是了。麒麟将军大驾光临，真是令寒舍蓬荜生辉呀！夫人过奖了。这位是小女淑慧。小公爷到。儿子给母亲请安。快入席吧。请夫人和小公爷给姑娘们赠花。多谢小公爷。不必客气，这花和姑娘很配。倒是生了一副好相貌，哼，可惜了，看着就是一个不安分的。楚楚姑娘，在下对你一见倾心，真心求娶。多谢小公爷垂爱，只是这婚姻乃是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你我岂可私定终身？这么说，楚楚姑娘愿意嫁了？姑娘放心，改日我便去母亲，且媒人上门提亲。李小公爷倒是不像孟老之人，国公府有权有势，想来必能照拂姨娘和芊芊。人都已经走远了，就这么依依不舍。你和那个林小公爷是旧识，萍水相逢而已。萍水相逢就收礼，还给我！
过母亲那边，恐怕不会轻易答应。还有哥哥，谁？明月，是你在外面吗？阿楚，是我。你来干什么？你快出去！别怕，我是特意来给你送药的。你干什么？蛇毒必须赶紧处理。这蛇有剧毒，你忍一下。夫人，您怎么来了？请您稍等片刻，奴婢先进去通知姑娘一声。开。不知母亲前来是有什么吩咐吗？啊，二姑娘不必紧张，母亲是特意来道歉的。这些年，也实在是没有办法。母亲言重了，楚楚不敢。今日多谢兄长相救，只是男女有别，恐生非议。以后兄长如果没有别的事，还是不要来找楚楚了。你为了那个林小公爷，楚楚不想名声受损，让小公爷误会。你当真心悦林安生？是。阿楚不嫁人，一辈子都陪着哥哥。老狗，原来只是童言无忌罢了，偏偏只有我自己当真。儿子的意思是，门第身份都不重要，只求情投意合，举妻为之人相伴一生。一汁三菜，使得你这般心疼。只要是心上如心，就算是块石头，阿楚也会视若珍宝。莫非整个他真的不会的，他不会这般糊涂。夫人，大爷来了，还是早做打算，防患于未然。母亲，整个儿，母亲今日身子不大妥帖，城南你外祖父又病重，你替母亲走一趟，今晚不必着急赶回来。外祖父的病，前些日子不是见好了吗？可能是因为年纪大了，病情总是反复，总要亲眼瞧瞧才放心。是。都安排好了吧？夫人放心，那可是奴婢为二姑娘精挑细选的人家，光彩礼就给了不少呢。阿楚，你在吗？哥哥有话就在外面说吧。我要出趟远门，你尽量不要出门。有什么事，一切等我回来再说。
楚楚姐姐，你别生气了，好不好？可她知道错了，跟我一样，笑一笑喽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还是跟小时候一样。哈尔姑娘，夫人吩咐你过去，有要事商量。母亲，您找我？哎呀，我的楚楚啊，出落是越来越水灵了。好孩子，说起来你这年纪也不小了，婚事一直没有着落，母亲为此挂心着呢。莫非是林家来提亲了？多谢母亲关心。好在母亲为你物色了一个好人选，虽不是什么大户人家，却也家底丰厚。收拾一下，今晚就嫁过去。母亲，女儿不着急嫁人的。嫁不嫁，可由不得你。平姑姑，给新娘好好打扮一下，可别让夫家嫌弃。小姐，二小姐被绑上了轿子。什么？你确定是二姐姐？虽然就一眼，但是奴婢确定。这样，你记得想办法通知大，但是千万不要暴露身份，否则我们就会成为母亲和大姐姐的眼中钉，到时候日子就更难过。是。吉时已到，新郎新娘拜堂喽！一拜，再拜，三拜。将军，刚收到的钱。走，回去。是。你居然要我跟一个死人成亲？你快着点，新郎还等着你下葬呢。没准儿啊，你们夫妻俩呀，今天晚上就能赶上忘川桥的末班船呢。再说，这也没什么大不了，只要彩礼给的足，多少人家想把闺女送到这儿来了。我不嫁，本朝严令禁止行淫婚。我要去官府告你们！愣着干什么？赶紧给我抓住他，往死里打，往死里打，打！小姑爷，你笑什么？我就像你傻呀！你仔细想想，似我这般容貌，琴棋书画样样都全，把我卖给一个死人挣的钱，还不如把我卖给一个活人挣的更多。模样真的很标致啊！如果我把你卖给那个色鬼昌平侯，哼，那老娘后半辈子可就有着落了。着火了！着火了！楚楚姑娘，你没事吧？不能回李府，不能再回李府。哥哥，哥哥你在哪儿？
二姑娘，该去陪客了。楚楚姑娘，来，楚楚姑娘，你醒了。方才你昏迷时一直说着不回李府，在下没有办法，只好带你来客栈了。小公爷又救了楚楚一次，楚楚都不知道该如何报答你才好。你我二人不说这些，楚楚姑娘，你能告诉我出什么事儿了吗？或许林安生就是那个可以助我逃离苦海的人。林小公，你3更半夜带舍妹来客栈，孤男寡女，意欲何为？兄长，你误会了，是林小公爷救了我。阿楚，跟我走。李将军，贵府究竟做了什么，让楚楚姑娘半夜3更，血迹斑斑在外游荡？这是将军府的私事，还轮不到你一个外男插手。谁说我是外男？我和楚楚姑娘两情相悦，过2日便会上门提亲，娶她为妻。长兄为父，没有我这个嫡兄的允许，这个婚事成不了。李将军为何如此反对？论家世、人品，我林安生在安平郡可是数1数2的。林小公也无需多言，本将军心意已决，请回报。楚楚姑娘放心，在下绝对不会放弃的。哥哥不是出门了吗？怎么会来这儿？子门，是嫌我打扰到你和林小公爷了吗？你确实不该来。阿楚，你别太天真了。国公府现在还轮不到林安生做主，你想做世子夫人，可没有那么容易。受伤了吗？伤哪了？大爷，夫人派奴婢来接2位回去。母亲，都什么时候了，还有闲心念佛呢？莫急，下奏定让他插翅难逃。母亲是打算让谁插翅难逃？你这是兴师问罪来了？大哥哥，我们也是想给二妹妹找个好人家，要是出了什么差错，那也怪她命不好。你竟然为了李楚楚那个贱人打我！不知悔改！从今日起，给我禁足1个月，不准踏出房门半步。整个，二姑娘不过是你的庶妹，你对她似乎太过关心了。麒麟军大胜归来，母亲可知，说二妹妹的事情传出去，会有多少御史上奏弹劾我离职，苛待庶怒？你罢了，母亲以后不会再插手二姑娘婚事了。希望母亲能够说到做到，别再让儿子失望。这可他真的疯了。若是想要逃离，
嫁人或许是唯一的出路。阿楚，哥哥怎么来了？这是什么？醉红轩的胭脂。阿楚，过几天就是你的吉吉礼了，你有什么想要的生辰礼吗？我想要醉红轩的胭脂，听说千金难求。好。战哥，不好了，你爹他出事了。死物太贵重，哥哥还是收回去吧。况且，阿楚现在已经不死了。大爷回来了，以后你们巡夜仔细着点，可别弄出些什么男男女女的阿杂事，玷污将军府的名声。谁在那儿？奇怪，平姑姑嘴碎，我怕她看到完引起误会，就不好了。我出征前送你的木棉花发簪的，为何不戴？你是谁？走开！姑娘怎么这会儿才起床？大爷已经出征了，这是他托奴婢交给姑娘的。那是宫上。时候不早了，我先回房了。阿楚，你是真的喜欢他？不能再这么下去了。既然明知是孽人，就该早点做个了断。这么说，你是看中了李家大将军了？母亲，赶紧去请媒婆去提亲吧。急什么？女孩子家家的，不懂得矜持。况且李枕虽前途无量，到底门第比咱们低，就算要提亲，也得让他们主动提出来才是。啊，你就放心吧。好，知道了，娘。母亲，儿子看上了李家的二姑娘，望母亲成全。你是说，那个庶女？是李家的庶女，二小姐李楚楚。这丫头为何看着眼熟？好像很久以前在哪里见过。本来娶回来当个妾室倒也无妨，只不过那姑娘的面相看着着实让人生厌。儿子的意思是，想要娶她当正妻。你疯了吗？只要我活着一天，你的婚姻大事就由不得你做主。阿楚，我究竟该拿你怎么办才好？哥哥一定要去打仗吗？阿楚舍不得你。等打了胜仗，我就回来。阿楚，哥哥，你把这个簪子拿回去吧。你这是要彻底跟我划清界限了，对吗？你对我这么绝情，就
就是为了凌小公爷。如果我说我不许你们在一起呢？如果哥哥从中作梗，将我们分开，那我这辈子都会想着他，念着他。你就真的这么讨厌我吗？那你为什么要留着这个簪子？我只是为了亲手将它还给你。如果你真的这么讨厌我，那你就杀了我！怎么，杀了他？阿春，你心里是不是还有我呀？是有我。你不要再逼我了，好不好？如果你嫁给凌小公，真的能让你感受到平安喜乐，为什么不再反对？姑娘，消息可靠吗？庄子上的人收了我们的好处，按时送来的消息，不会有假。将军，你受伤了？无妨。出什么事了？找到老将军当年的副将了，他手里有重要东西。姐姐，你想办法救救姨娘吧。姨娘怎么了？姨娘在庄子上生了重病，那边连个大夫都没有，怕是要病死了。可是这山高路远的，我能有什么办法呢？二姐姐如今得了大哥哥的欢心，又有林小公爷的照顾，怎么就没有好的办法了？怕不是心里只有自己，根本就没有姨娘。你说我自私，我没想着你和姨娘。二姑娘既然身子已经破了，就好好去陪那些对我们有用的大人。我死也不会去的。装什么贞洁烈女？二姑娘也应该为妹妹和姨娘想想。若你执意不肯去，就只好将你们三个一起发卖。不要无心，我去就是。但是有一样，我只卖身，否则我宁愿一死。如果不是为了你和姨，又怎会是如今这般光景？你居然说其实，错了。不管怎么了，
还是先救姨娘。裴克，我忍，送我去嫁人。我忍，我一忍再忍，依旧被你们践踏。自始至终，我们母女三人都是将军府的妻子。姐姐，你要去哪里？如果你想救爷爷，就带上重要的东西跟我走。这根当真是我爹临死前留下的。千真万确，老将军千叮咛万嘱咐，背后之人位高权重，必须等将军有了足够实力后，才能交给您。振儿，替李家洗刷冤屈，光耀门楣的重任就交给你了，否则爹虽死不能瞑目。爹，孩儿一定不负所托。将军，二姑娘来了，你们都先下去，把门口的守卫也撤了，别让人进来打扰。是。阿楚，哥哥，阿楚想带着姨娘和三妹妹离开将军府，求哥哥成全。阿楚不必如此，快起来说话。哥哥若不答应，我就一直长跪不起。你不是说你心悦凌小宫宴，为何又要突然离去？阿楚想过了，觉得哥哥说的有道理，为接庶女，想要再进国公府谈何容易？母亲和大姐姐一直视我为眼中钉，与其留在这府上受粗磨，不如远走高飞。我生父血海深仇，所行之事一旦出纰漏，便是抄家灭族之罪。我需放他离开，才是最好的选择。哥哥，你帮帮阿楚吧，求你了，哥哥。就是这种关系，兄妹苟合可是天大的丑事，一旦曝光，将军府就全完了。万一大哥哥恼羞之下迁怒于我，哥哥怎么收场？哥哥，天亮后，我会带你和三妹妹去北燕暂住一段时日，然后派人去接姨娘，送你们离开。谢谢哥哥。你我之间不用说出那2个字。在这世上，哥哥比任何人都希望你更好。时候不早了，早点回去休息。二姐姐刚才说的是什么意思？她要带着姨娘和我离开李府。芊芊，你睡了吗？
你我之间不必说出那2个字。在这世上，哥哥比任何人都希望你更好。哥哥醒了，我做了些糕点，你尝尝，可还合胃口？一如往昔。哥哥喜欢就好。阿楚，此次一别，千万珍重。放心，我会的。此后一别，山重水复，愿不再见。大哥哥，进来吧。大哥哥，母亲来了。母亲，您怎么来了？听说姨娘在庄子上病了，我连夜派人把她接到了府上。2位姑娘快去看望一下姨娘吧。谢谢母亲。母亲，您是怎么会知道2位妹妹在军营？不是你派属下去告诉母亲的吗？瞧你这记性。好了，军中事务繁忙，你先忙吧，我带他们回去。去查一查，看看军中是谁向府里报了信。是。夫人，姨娘，姨娘，姨娘，就不打扰你们了。姨娘有什么需要，吩咐下人便是。多谢夫人。姨娘，让我好好看看你。该死的小娼妇，竟然敢撺掇枕哥带你私奔，看来必须想办法除掉这个祸害。都挺好的。找媒人代表李家去趟林府，向乔娘子求娶他家姑娘，早些把枕哥的婚事定下来。还是夫人想得周到。姨娘在庄子上受苦了，又病着，小心久哭会伤身体。姨娘这般看着我，是为何？好孩子，我听说有世家公子看上你了。都是下人们的闲言碎语，姨娘莫要信。二姑娘。有富家公子看上是好事儿，以后啊也能生活得舒坦一些。若是这嫁妆再多一些，还能分几成给芊芊做陪嫁。姨娘提起我的婚事，只是为了这些。不是，二姐姐，姨娘不是这个意思。我乏了，我先回去了。二姑娘，把这个送到将军府，这些钱就都是你的了。你现在这样，还想做什么？阿楚，此事并非我与母亲串通，我已经查清楚，是营中一个火头兵的妻子病了，有人用银子托他报信。是谁？火头兵说，此人还未现身，因此身份不详。阿楚，
我绝对不会骗你，你相信我。信你？我就是太相信你了。我以为哥哥对阿楚至少有一点真情实意在，现在看来不过尔。小心！到底要怎么你才能信我？你还我怎样相信你？你我之间的信任，早在多年前就该分崩离析了。我恨你，我恨死你了！二姑娘。姑娘这几日都闷闷不乐，今日可好一些了？我没事，怎么了？有人送来一封信给姑娘。你下去吧。楚楚姑娘，见字如晤。此前一别，甚是思念。本女近日郁郁不开怀，特地写信告知事情近况，望为你心。我正在想法说服母亲上门求娶，已有些许进展。林小公也一片赤诚之心，我是不是该跟他说出实情？二姑娘不好了，听说大爷在军营遇刺，受了重伤。什么？快带我去看看。怎么是在这儿？大爷流了很多血，大夫说需要静养，不能随意挪动地方。所有人眼里只能看得到李楚楚那个狐狸精，没有人把我当回事。好女儿，生气伤身，咱不生气了啊！母亲跟你保证，那碍眼的人马上就要消失了。真的吗？母亲不会让任何人威胁到将军府的前途。时间差不多了，平姑姑，走，咱瞧瞧热闹去。你是谁？你为什么把我骗来这里？哎呀，二姑娘，您这是说的哪里的话？不是你特地约我来的吗？啊！好啊，李楚楚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私通！夫人，饶命！这都是二姑娘她勾引我，说只要我能带她运动高飞，她就把府里的银子珠宝都了送给我呀，夫人。母亲，她胡说八道，我根本就不认识这个人。夫人，你看。小的不敢扯谎，这些都是二姑娘才拿给小的呀。来人，把这个败坏门风的下贱东西给我绑了，押到祠堂听候发落。将军，根据这几天查到的线索，林老国公应该只是傀儡而已，真正的幕后黑手另有其人。江陵一战最大的受益人，当属三殿下，不仅从太子殿下那里得到了南境12州的兵权，还获得了朝中不少大臣的支持。那如果真是他的话，那恐怕不好对付啊。无论他是谁，若是敢做祸国殃民的事情，我李枕绝对不会饶了他。将军，国公府林小姐求见。各位族老，将军府竟然出了这等丑事，我身为当家主母，实在是羞愧难当。此事各位族老定当从严处置，以正加风。按照族规，不受妇道私通外男者，
当受关烛龙、陈塘之刑。夫人，都是先生教女无方，求您看在去世老爷的份上，你就饶了二姑娘这一回吧。姨娘虽爱女心切，奈何这下贱妃子不争气，此事人证物证确凿，那奸夫已经畏罪自尽，岂容他抵赖？来人，把李楚楚给我拉去后院陈堂。姨娘，姨娘，二姐姐是没救了，难道想让我也跟着受连累吗？姨娘，姨娘。李将军，我今日找厨子学了点新式糕点，你尝尝看味道如何？林姑娘，我们男女有别，又萍水相逢，你这样做不太合适。可是将军府不是已经正式来提亲了吗？李夫人还说让国公府尽快定个日子，她要亲自登门下聘。竟有此事？阿楚。算了，到底是李家的不幸，让他少遭点罪吧。夫人真是菩萨心肠，但愿二姑娘能够理会夫人的良苦用心，来世投个好人家。今日给各位族老添麻烦了，请到花厅用个便饭吧。阿楚，阿楚，阿楚，你醒醒！让各位族老见笑了。枕哥这孩子从小就心善，和二姑娘兄妹情深，也是救人心切而已。阿楚，你醒了。大爷，二姑娘怕是已经不行了，您还是上来吧。滚！阿楚，你快醒醒，快醒过来啊！只要你能活着，让我做什么都行。枕哥，二姑娘犯了族规，理应受罚。你这么做太不把各位族老放在眼里了。母亲，事实究竟如何，你我都清楚。若你今日执意不肯放过阿楚，我也不要什么颜面了。我们今天就当着各位族老的面，把话给说清楚。住口！此事恐有蹊跷，需再仔细查查。先送二姑娘回房间去吧。你换好衣服后马上来见我。混账！你是不是疯了？为了李楚楚那个狐狸精，你竟想弃李家于不顾？
兄妹乱伦，这是天大的丑事，一旦传出去，整个李家都被你毁了。母亲，阿楚他不是什么狐狸精，是儿子一厢情愿。你这般执迷不悟，对得起李家的列祖列宗，对得起老爷的在天之灵吗？真儿，替李家洗刷冤屈、光耀门楣的重任，就交给你了。难道非要母亲死在你面前才满意，是不是？只要母亲肯放过阿楚，你让儿子做什么，我都答应。你若还有半点孝顺之心，就断了和李楚楚这份心思，娶林小姐为妻。阿楚，对不起，是哥哥没有保护好你。竟然还活着。姑娘，你可算是醒了。谢天谢地，你烧了整整2天。我不是被沉到了吗？怎么回来的？姑娘放心，事情都已经查清楚了。传信的丫鬟承认是收了钱把姑娘引过去的，珠宝和银子也是她偷的。还真是安排的天衣无缝，连替死鬼都找得恰到好处，是为难他们了。姑娘，其实这2天府里还出了一件大事，国公夫人上门来商量咱们大爷和林姑娘的婚事了。我知道了，你先下去吧。劳烦国公夫人亲自跑一趟，真是不好意思。按照礼数，我们应该先登门拜访的。李夫人不必客气，以后都是自家人了，不分你我。夫人所言极是，一家人。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家，能让夫人这么做小伏低？对了，还有件小事儿，顺带跟夫人提一下。何事？犬子安生看上了贵府的2姑娘，非要闹着娶回去当妾。如果夫人没有意见的话，这几日我就派轿子来抬人啊。这个嘛，谁在那儿？出来！夫人，是妾身。夫人，妾身来给贵客送茶。那就放这儿吧。死丫头，瞎了你的狗眼是吧？小心，我把你卖给人牙子。退下！夫人恕罪，妾身这就去换杯新的来。姨娘没见过世面，让夫人您见笑了。夫人，方便问一下2姑娘的生辰八字吗？哦，好像是癸酉年4月初8。
夫人，您……我突然想到府上还有事情，就先告辞了。方才提到迎娶二姑娘的事情，还是罢了吧。二人的八字好像不大合。怎么会这样？当年他不就是偏房不起眼的少爷，如今怎么就袭了权？姨娘，出什么事了？楚楚，你不能嫁到林国公府去，不能嫁给林安生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是林家的孩子，你和林安生是亲兄妹。你的生母是老国公的原配夫人何氏，而我是他的陪嫁丫鬟。现在的国公夫人当年不过就是一个姨娘。夫人，你一定会没事。乔姨娘心狠手辣，当然是不会放过这个孩子。这是我全部的积蓄，看在咱们主仆一场的份上，带着他逃命吧。走得越远越好。夫人，后来，我辗转成了李将军的外室，有了千金之后，又被他接回了府，连大夫人都以为你是我们在万里生母。本想着让你平平安安的过完这一生，谁想到兜兜转转18年，竟然又和林府扯上关系。我一生为庶女之名所美，可到头来就是个天大的笑话。老天爷，你何其不公！凭什么作恶之人能安享富贵，而无辜之人却在地狱苦苦挣扎？阿楚，你病才刚好，为何又要淋雨？是不是母亲又责罚我？原来你我并非亲生兄妹，没想到也并不是罪。哥哥，我到底是谁？阿楚，你不是一直想离开将军府吗？我现在就带你离开这儿。错的不是我，
犯错的也不是我，凭什么我要逃走？既然这世道人人都拜高踩低，与其等待权力的怜悯，不如靠我自己和这不公的命运斗一斗。真兄妹啊，兄妹也罢，你我这辈子终究不可能走到一起。把楚翠清那个对剑，一直派人定封，有动静立刻向我报告。不管这条路有多难，我一定要让坑害我们母女的人都付出代价。芈月，小公爷那边可有再写信来？还没有。没关系，本姑娘可以主动给他写。哟，二妹妹闹出那么大的丑事，还敢打扮得花枝招展出来招摇，脸皮之厚，真是令人叹为观止啊！女为悦己者容，妹妹打扮是给小公爷看的，不像姐姐，每日费尽心机却无人问津。放肆！姐姐还是适可而止吧，兔子急了也是会咬人的。这今日怎么突然变得如此大胆？没想到这个孽障居然还活着，还成了将军府的二小姐。当初我为了不让老爷起疑心，随便找了个婴儿尸体充数。此事若闹僵起来，恐怕不好收场。夫人不必忧心，一个小丫头片子而已，能翻出什么大浪来？咱们随便使个手段，就能让她死无葬身之地。还是要谨慎点为好。李枕的背后有皇上撑腰，安哥又对那丫头着迷得很，万一被人知晓，反倒被动。最好是找个没人的地方悄悄弄死。夫人，给小公爷的信，好像是将军府送来的。好个不安分的狐狸精，竟然敢与安哥私会！他这是故意想要闹出丑事儿来。夫人息怒，机会这不就来了吗？咱们这样，芈月，我让你送过去的信，你都送到了吗？都送到了。姑娘，你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？为什么要……这里没你什么事了，你先下去吧。嗯。你们是什么人？虚你性命的人，说，究竟是谁指使老国公泄露了布防台，再陷害给李允将军？将军饶命，小的确实不知道。知道？我想起来了，在去江宁的前一天夜里，我好像看到三殿下和老国公在书房密谈。谈的什么？小的哪敢偷听啊！您就是杀了我，我也说不出来呀。将军，两位好汉，我与你们无冤无仇，为何要在光天化日之下持刀逞凶？莫非是背后有人指使，
小娘子倒是挺聪明的，只可惜你只能去地下做个明白鬼了。楚楚姑娘，你怎么样？多亏小公爷及时赶到，否则楚楚就成了这刀下亡魂了。别怕，只要有我在，我不会再让你受欺负了。只是，这两人明显是有备而来。可是你我二人今日约在此处，还有谁会知道？莫非……楚楚姑娘可是有什么发现？其实，昨日我让我的婢女去国公府送过一封信，只可惜她有点糊涂，没亲手交到您手上。楚楚怕这封信是被人给截胡了。什么？定是母亲所为。没有想到，他竟会行如此狠毒之事。小公爷，夫人在府里说一不二，若是她不许楚楚，你再是坚持，恐怕也是无济于事。楚楚，说到底，我才是正儿八经的继承人。等到3年校期一过，我正式袭爵之后，国公府是我说了算。这封随便找个国公府的下人送进去。这封你亲自交给小公爷，让他务必在未时前看到。看来乔娘子也已经发现我的身份，否则不会这么着急动手。哥哥，阿楚，你怎么样？小公爷，你没事吧？楚楚姑娘，方才情况紧急，幸亏哥哥及时赶到，此地不宜久留。小公爷还是快回去吧。好，那你一定等我。我都已经答应娶李楚楚为妾了，母亲为何还要赶尽杀绝？我自然有我的道理，这个女人留不得，更不能进国公府。这究竟是为什么？儿子要听理由。为什么？我说不行就不行，只要我活着的一天，国公府上上下下一切的事情都由不得你做主。母亲，你好狠的心！若母亲不够狠，这世子的位置能轮到你来做吗？回去以后还是再找个大夫看看，小心感染。你为何要约林安生来这荒郊野外？你就这么喜欢那林小公爷？是又如何？阿楚，若是你找到一个良配也就罢了，可国公府乔娘子骄横跋扈，林安生又并非可共患难之辈。那依哥哥所见，谁才是阿楚的良配？以后我的事情，哥哥还是不要再插手。你我井水不犯河水，互不相干。
都过了大半个月了，乔娘子那边都没再有动静，估计是有所忌惮，想从长计议。大哥哥和林小姐的婚事怎么还没定下来？本来事情已经聊得8、9不离10了，可乔娘子那边似乎对二姑娘和小公爷纠缠不清十分不满，所以一直僵持着。这个李楚楚就是个祸害，专门喜欢勾引男人。要我说，干脆直接把她卖到酱粉司去，那里有大把的男人围着她转。大姑娘，你还是别操心这事了。还是想想春日宴上怎么一鸣惊人，说不定小公爷到时候就回心转意了。我如今势单力孤，再这样下去，不仅报不了仇，反而会让自己陷入绝境。或许春日宴就是一次机会。将军，三殿下已经秘密抵达安平郡，并将在春日宴上露面。这是我们接近他的最好机会。行了，你先去安排吧。是。跟我走。你我之间还有什么可说？哥哥日后还是把心思放在林小姐和光耀李家门楣上吧。这般关注阿楚，阿楚受不起。阿楚，别走。阿楚，就算我们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亲密无间，但是我们也不要变成势如水火的仇人一样。哥哥答应我一生保护你，这一点永远也不会变。阿楚，来，阿楚，快吃吧，母亲已经睡了，不会发现的。哥哥，我好冷。你发烧了？这样好点了吗？你先忍忍，等天亮了，我就让爹去请大夫。从前的李楚楚已经死了，从今往后，我们就只是弟兄叔。这些话就不要再说了，祖宗会怪罪的。草枯从未有痕，埋藏了阿楚。父亲，儿子实在受不了害处，阴阳关就关儿子一人了。是我执迷，是我非阿楚不可，是我非要怪不忠不孝，那全都怪我一人身上，与阿楚无关。今日春日宴，甜甜怎么好端端的出了红疹了？大姑娘的身体一向娇柔，春日又是过敏多发的时节，说不定是什么东西过敏了。甜甜，母亲，怎么会这样？看来这春日宴你是去不得了。女儿准备了这么久，却要功亏一篑。将军府既然接了帖子，也不好不去。夫人，您看是让二姑娘去，还是三姑娘去？夫人，夫人不好了，三姑娘上吐下泻，病得很厉害。
吃坏肚子这种小事，找管家婆子就好了，也只当风风火火来说与夫人。是，奴婢知道了。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，未免也太巧了吧？母亲，大姐姐，今日春日宴，甜甜出了红疹，芊芊身子不适，只能由你代表将军府参加了。母亲，楚楚一向上不得台面，不及大姐姐风姿天成，而且恐怕去了以后，万一哪里做的不合礼数，反而落了将军府的口舌。既然知道自己的毛病，就谦虚谨慎一些，露个脸就回来。是，楚楚知道了。换上这件衣服，别丢了将军府的脸。三妹妹，二姐姐，三妹妹，你怎么跑来了？你身子不是不适吗？大哥哥，二姐姐，我从来都没有去过春日宴，你们就带上我去长长见识吧。可是你的身子能撑住吗？我身子已经好的差不多了，二姐姐，就带我去吧。出发！春日宴上，世家公子众多，是博出路的最好机会，我绝对不能错过。我能参加实属荣幸。这是你小子应得的。臣李枕参见三殿下。起来吧。久闻麒麟将军大名，今日一见，果然是非同凡响。臣早年间也总听家父提起三殿下的事迹，十分敬畏。哦，是吗？当年江陵一战，家父被人冤枉，泄露情报，不知殿下怎么看？李将军慎言，此话若传到陛下的耳朵里，恐怕他又要重拾对李家的怨怼了吧？
多谢殿下提点。没事吧？没事。究竟是什么人如此胆大包天，光天化日之下竟敢动手脚？什么人？站住！二姐姐，你没事吧？二姑娘，你这衣服怎么是凤凰纹路啊？凤凰尊贵，只一国之母可用。李楚楚竟敢当众挑衅！皇后可是三殿下的母妃，这李楚楚可真是胆大包天。三殿下来了，犯此大不敬，理应杖毙。阿楚是陈淑梅，她年幼无知，殿下若是怪罪，那就罚惩吧。一个小小的庶妹，麒麟将军竟如此看重，可惜呀，本王向来是赏罚分明，她的罪罚不到你的头上。三殿下所言极是，臣女犯错，理应领罚。只是，诸位请看，臣女身上并非凤凰纹，而是孔雀纹。想必方才林大小姐应该是眼花了。他这般用心歹毒，
恐怕是想害我得罪三殿下，倒不如将计就计。是本王一时心急，错怪了楚楚姑娘。楚楚姑娘没有受惊吧？三殿下对皇后一片仁孝之心，臣女为之动容，并未受惊。可恶，居然又让他逃过一劫。夫人息怒，他这次算运气好，下次可就不一定了。派的人可靠吗？别让整个发现什么端倪。您放心，保管万无一失。这个玉佩赠与楚楚姑娘，就当是本王向你赔罪了。日后姑娘遇到什么麻烦，凭此玉佩来找本王，定不会有人拦你。多谢殿下，芊芊也替姐姐多谢三殿下。三殿下，殿下，你可答应我还要去我府上喝茶的？好啊，那本王现在就去。楚楚姑娘，你且放心，一定给我时间。小公爷，楚楚多久都愿意等。这里人多眼杂，小公爷还是先回去吧。恭喜姐姐得三殿下赏识。我们先回去吧。阿楚，我们聊聊。狗三。背后另一人指使。此人敢如此行事，就是笃定了查不到的。你知道是谁？阿楚不过是胡言乱语。三妹妹还在等着呢，我先回去了。等等，三殿下并非人善之人，千万不要与他走得太近，小心被反噬。是不是在哥哥眼里，无论是哪个男人接近，都是不怀好意？阿楚，哥哥知道你受了很多的委屈，靠近三殿下，估计也只是想找个靠山而已。但是这样真的很危险，别从一个火坑跳进更大的火坑。这条路是阿楚自己选的，即便是刀山火海，我也不后悔。这安平郡李家还真是能人辈出啊！如今这李枕是如日中天的，两个妹妹也是不凡，哼，有点意思。殿下若是用人，为何非得李家不可？在下不才，亦愿为殿下效力。哎，以本王和老国公的交情，自然是首选凌小公爷。再过几日，我就要去江陵一趟，安平郡这边，你帮我照看着，有情况随时汇报。殿下放心。将军，请留步。林姑娘何事？将军准备何时到我家去提亲啊？将军这是做什么？在下身有隐疾，实非姑娘两倍，不愿耽误姑娘大好时光。
所以这门婚事并不作数，还望姑娘见谅。你说我到底吃了什么东西，肚子这么疼？奴婢也纳闷呢。不过昨天晚上是明月替我去厨房拿的粥。让人多顾着安哥那边，三殿下是皇家贵胄，万万不可懈怠。夫人放心，老奴早就交代下去了。母亲，我不要嫁给李枕了。你这孩子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？那个李枕看着像个样子，实际上就是个……是个什么？是个银样蜡枪头，不中用的绣花枕头。女儿可不想一辈子守活寡。罢了，不嫁就不嫁吧，不然就为安哥求娶李家嫡女李甜甜。如此一来，也能防着李楚楚那个小妖精再作妖。大姐姐，你来做什么？我就是想来告诉大姐姐一件事儿。李楚楚这个贱人，居然敢算计我！但是这能怎么办呢？我看还是算了吧，毕竟二姐姐如今是有人护着，轻易动不了。尤其是春日宴之后，大哥哥派了好几个人盯着我。哼，那可未必。大姐姐，你找我？二妹妹，今夜城中灯会，陪我出去逛逛。我们俩趁此机会也多置办几身时下流行的衣裳。多谢大姐姐的美意，只是二妹妹不愿陪我出去。没有。那我们现在就走。走。这样就更美了，走吧。二妹妹，前面有一家特别好的衣裳店，咱们去看看。好啊，走吧。哎，等一下，大姐姐，怎么？你脸上有东西？等一下。是吗？夫人，方才有人来报告，说看到咱们家的二姑娘被人劫持，往教坊司去了。知道了，随她去吧。要不要还是派人去告诉大爷一声，免得伤了母子间的情分？阿弥陀佛，两个时辰后，派人去军营报个信吧。小美人，小美人，小美人，你们是谁？你们好大的狗胆！这是教坊司，一会儿你就知道这儿的好了。你们抓错人了！错呀，我们呀找的就是这个簪子。你们放了我，我会给你们很多很多钱。先快乐一下！你不能进去！
其余被教坊司抓来的姑娘呢？在你们见可能。哎，大姐姐，等一下。怎么，你脸上有东西？等一下。是吗？好了，走吧。麻烦您去将军府报个信，就说李二姑娘被抓去教坊司了，让他们赶紧来救人。大姐姐，我给过你机会了，可惜了。甜甜，怎么会是你呢？别过来，求求你，别过来！甜甜，甜甜，你别过来，别碰我！我可怜的你哦，是谁把你害成了这个样子？甜甜，过来！来人，把教坊司上上下下统统给我抓起来，严加拷问！甜甜，你总算醒了，有没有什么地方不舒服？我不痛了，是不得，是不得呀！你听母亲说，乔娘子已经派人到府上提亲，你马上就要嫁给林小公爷当世子夫人了。甜甜，真的吗？母亲什么时候骗过你？好孩子，忘了这件事好不好？知道这件事情的所有人已经被你哥哥关押起来了，忘了他吧，就当是场噩梦。母亲，我变得这么惨，都是李楚楚害的。好你个歹毒的贱人，竟敢串通外人谋害嫡姐！平姑姑，给我狠狠的打！母亲，冤枉！楚楚一向对大姐姐很是敬重，怎么可能会做出这种事情？而且，你们要定罪也得有证据吧？怎能红口白牙、胡乱诬陷人呢？还敢嘴硬！平姑姑，给我继续，给我往死里打！姐妹，只有三殿下的幸福，你们要是敢动私刑，这是藐视皇家！你们难道都想掉脑袋吗？哼，吃饱硬了是不是？你以为有三殿下撑腰，我就治不了你了是不是？看我不打死你！你都知道，对不对？阿楚，如今这个局面，你还是早日离开将军府吧。哥哥是要赶我走？不，是最近发生的事情太多，让你孤身在外太危险了。可是留在家里也不安全，所以我想带你一起
去别人赞助你的事。可可未免也太天真了。这嫡兄庶妹，离家自立门户，若是世人的唾沫星子，就能把你我给淹死。可恶，我还有很多事情。阿楚，你究竟想要做什么？你能不能告诉哥哥？你走吧，我要休息。夫人，您真的要把这些都给大姑娘当嫁妆吗？这样的话，府里可就成了空壳了。大爷还没娶亲呢。就这样吧，嫁妆给的越多，婚事就能越快定下来。顾不了那么多了。为什么李楚楚那个贱人还好端端待在府里？为什么不杀了他？莫急，莫急。要对付那个李楚楚啊，以后有的是机会。眼下最要紧的是把你的婚事定下来，免得夜长梦多。母亲，这样真的不会被发现吗？婚礼就定在3天后，一定要沉住气，别出岔子。不行，儿子绝不答应娶李甜甜。这个家暂时还轮不到你做主，嫁妆已经送来了，3日之后你娶也得娶，不娶也得娶。恐怕这次儿子要让母亲失望了。儿子想娶自己真正喜欢的人。若我向朝廷告你个不孝之罪，不仅3皇子不敢用，就连国公府继承人的位置，恐怕也难保。孩子，总有一天你会明白，母亲对你的一片苦心。李小公爷来了，说要见姑娘。知道了。姑娘，李小公爷和大姑娘就要成亲了，你怎么一点也不生气啊？我为什么要生气？高兴还来不及呢。你先下去吧。楚楚姑娘，你不是都要和大姐姐成婚了吗？还来找我干什么？对不起，此事我已经无力回天，但我林安生发誓，此生只爱楚楚姑娘一人，海枯石烂，至死不渝。好个深情的世家公子，在你心里还是权势爵位更重要呢。楚楚，你愿意跟我走吗？咱们先到外面找个宅子安置下来，等我正式袭爵了，再接你入府。我当然愿意，只是现在还不是时候，因为我们正在被人监视着。
楚楚姑娘果然料事如神。这样的确更妥当，只是让楚楚你受委屈了。只要能跟小公爷在一起，我怎么样都没关系的。阿楚，你坐。哥哥，是有什么事吗？阿楚，如果我们不是亲生兄妹，那该多好。什么意思？莫非他早就知道我的身世？哥哥是糊涂了吧？怎么说这么莫名其妙的话？阿志说的对，哥哥的确是糊涂了，竟然会说出来这种傻话，你就全当没有听过。阿楚，珍重。爱吾而不必居之，伤心自足于耳。将军，既然明知不可得，您又何必苦苦执着啊？姑娘，风副将来了。二姑娘，风副将找我是有何事？二姑娘，这里面是我们将军的全部积蓄，你千万要收好。给我这个是干什么？哎，这么多钱，他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平姑姑，把他给我绑起来！平姑姑这是何意啊？平姑姑，今日可是大姐姐出嫁的日子，我以后还要去送嫁。夫人说了，正是因为今日是大姑娘出嫁的日子，说不得一直是。把她给我好好看住，不允许她出门一步。
都安排好了。姑娘放心，这次定能让他吃大苦头，盯着你别弄死你。等我这个世子夫人风光回门时，亲自动手。是。将军，东西已经交给二姑娘了。阿楚，那些钱至少能让你和林安生在外面衣食无忧好几年。走了，就别再回来，否则我不会再心软放手。走吧。阿弥陀佛，老天保佑，一定要顺顺利利。我这心里总是不踏实，福少你照应着，甜甜那边我亲自跟过去看着。春寒料峭，二姑娘可千万别冻着了，好好烤烤火吧。风窗烧炭，大姐姐对妹妹还真是关心。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夫妻对拜。啊！哎，你瞧，这不是那个交房司的官妓吗？怎么会是林小姑爷的新娘子呢？各位，这位就是交房司的官妓，那日我亲眼看到他招待了2个客人。何人在此胡言乱语？今天是邻里2家联姻的大喜日子，有些人未免太……夫人，这些人呢，妒忌咱们2家联姻，在给咱们泼脏水呢。夫人得千万不要相信他们。李大姑娘的品性，我自是相信的。只是今日这么多人在场，若不给他们一个交代，恐怕不好收场。夫人的意思是，让嬷嬷给李大姑娘验下身子。夫人，这只是权宜之计罢了，做给别人看的戏嘛。李夫人，你可千万别多心。甜甜，这李大姑娘是怎么了？各位贵宾，请一步，请。站住！你想去哪儿？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。今天你跟李大姑娘的婚事成与不成，都不允许你去找那个李楚楚。
哥，二妹妹疯了，她要杀我！你若安分守己，他何必要杀你？母亲这话就冤枉了。楚楚今日被平姑姑绑在了房间里，门窗都锁死，我连这个房间一步都没迈出去过，这还不算安分守己吗？母亲，大妹妹现如今这等情况，不适合再留在安平郡，还是先送回家庙暂治一段时日。收拾一下，明日送甜甜到老家家庙去。是，这样对姑娘也好。
母亲，您找我？你大姐姐被送回老家了。我也是刚听说这件事。大姐姐她一定是被陷害的。都是你干的好事！之前不知道做错了什么，还请母亲明鉴。你还好意思说名字？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撺掇甜甜去对付李楚楚，害得她走了岔路，名声尽毁。母亲，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，我就是气不过二姐姐她算计大姐姐，想让她得到教训。结果呢？结果是把我的甜甜给折进去了，这就是你的好办法。母亲，我知道错了，您怎么惩罚我都行，就是求求母亲不要再动气了，这动气伤身子。你倒是会说话，既然知道错了，就在这跪着，给你大姐姐赔罪。这一次，李家和林家都出了丑，也算是让他们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了一点代价。现在，该好好查查母亲当年被害的事情。今日是个好天气，姑娘可要出去转转？有约了。三姑娘，夫人渴了，还不好生倒水伺候着。不必了。我罚你是因为你有错，但罚过之后该怎样就怎样，不会亏待你。谢母亲教诲。如今甜甜已回老家，我膝下继母会把你当做亲生女儿来看待，只是你要识时务，懂分寸。谢母亲，芊芊和母亲定是一条心的。楚楚姑娘，小公爷，我那日等了你一天，还以为你不来了。婚礼上出现了意外，实在对不起。楚楚还以为是小公爷变心了。你干嘛讲这种话？我若有此意，天打雷劈。何苦发这种毒誓？我相信你。我就是太在意你了，生怕你不相信我。最近我被看管得很严，一直有人盯着我，只怕说不了几句话。
没事，我们来日方长。今天就给我讲讲你小时候的事吧，我想多了解了解你。好。三殿下为人十分谨慎狡猾，当年的人证物证几乎无从可考，查了这么久，还是没有更多的线索。那就只能等他们再次有所行动了。将军，我们的探子查明，三殿下昨日秘密去了江陵。江陵？他去江陵做什么？凤翎，你去准备一下，我要亲自去趟江陵。是。江陵。没想到小公爷小时候如此顽皮，那府里那些老仆人，岂不是现在见着你就躲着？在很久之前，我娘家把他们清出去了。好在府里还有登记名册，等到我正式当家了，还可以想想办法把他们请回来。我娘最近看得我很紧，我得先回去了。你且安心，一定要等我。如果要弄到这本名册，或许可以找到当年给母亲接生的稳婆。姑娘，你要的东西找到了。看来，当年入林府给母亲接生，极有可能就是这钱。听说府里遭了贼呀？夫人放心，也没丢什么值钱的东西。不过是些10几年前的登记名册什么的。此事未免也太蹊跷了，倒像是有人故意所为，不得不防。齐妈妈，你赶紧去一个地方。是。你好，请问钱稳婆在家吗？你好，请问钱稳婆在家吗？哟，姑娘来的不巧，她昨日就过世了。过世了？这外面好的稳婆也有很多，也不知怎么的，最近1个2个的都来找钱稳婆，还有外地过来的。外地？是什么人啊？大概1年前吧，好像姓何，还打听过国公府夫人临盆的事儿。走的时候留了个地址，说是让想起什么事儿就给他写信。姓何，我生母就姓何，这人难不成是他的本家？您能告诉我一下那个地址吗？哟，这只能去问棺材里的钱稳婆。不过我听他提过一嘴，说是从江陵来的药贩子，每年都趁着花神节给新婚夫妻卖药。谢谢您。哎，现在所有的线索都断了，若是能找到这位姓何的，说不定会有转机。可此去路途遥远，夫人必然会从中阻挠。要多带些厚实的衣服。江陵天气冷，将军此次去的时日可能会长一些。是。你让明月传话说有事找我，
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喝这么多酒？我心里高兴啊。哦，有什么好事？小心！我听说，江陵的花神节乃是人间盛景，至今无缘得见，正好听夫妇将提起，哥哥要去江陵，不知哥哥能否带我同行？我这一次是去办正事。哥哥不是一直欠我一个生辰礼吗？不想要延迟，我想去看花神节。阿楚，你喝醉了，我送你回房休息。阿楚，你现在不清醒，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你别走，是陪我，陪我。原来阿楚心里有我。阿楚轻易不敢开口求人，此番定是斟酌良久。想看花神节，阿楚，无论你想去哪，哥哥都会陪着你的。走。夫人，您怎么来了？贱人！你教出来的好女儿，竟然勾引嫡兄私奔！别告诉我你一点都不知情！夫人，妾身确实不知，可是这其中肯定是有什么误会啊，夫人。怪不得枕哥和林小姐的婚事会不了了之，原来是这个娼妇在背后捣鬼。不是的，不会的，二姑娘和大爷自小就要好，他们只是兄妹之情，比我……母亲，确实不关姨娘的事。我亲眼看见二姐姐和大哥哥私通。是他们先不干净的。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？母亲放心，钱钱有分寸，不会乱说的。当今圣上最看重礼法，这事若是传出去，整个李家就全完了，到时候你们都别想活。
真是要害死你二姐姐！是二姐姐勾引的大哥哥，我没有胡说，你还说？你打死我吧！原来在姨娘心，也是把二姐姐看成比我还重要的人。为什么你们所有人都喜欢李楚楚？那我算什么？不是这样的姐姐。解剖我！姐姐，姐姐，姐姐，姐姐。从今往后，你只有一个女儿，是选她还是选我？尽早做个决断。姐姐，姐姐。出什么事了吗？风林，你带阿楚先走，这里我来应付。将军先走，属下断后。这是军令，不得违抗。不，哥哥，要走我们一起走，要死一起死。别怕，我不会让你有事的。别废话了，你们今天谁也走不了，给我上！给我杀了他们！禀殿下，李枕兄妹受重伤，不知所踪。不过属下看来已是凶多吉少了。
这个林安生为何没说这李楚楚也跟来了？算了，本王正好旅途乏味，缺个绝色美人作伴。属下查过了，李枕表面上从不参与党争，实际上与太子交往甚密。万一被他发现殿下此行的目的，后果不堪设想。这李枕虽是个人才，可惜有个不识时务的老爹，未免夜长梦多，本王只好先下手为强。大夫，他怎么样？这位公子伤势太重，失血过多，好在身体强壮，若是今晚稍能退下来，应该就没有大碍了。多谢大夫了。阿楚快走！阿楚快走！快走！快走！原来他一直把我看得比自己的命还重。人好了，好了。愿月光融化黑夜，再明亮一些，能让你我心中荒唐的梦不必凋谢。满城的执念堆叠，滋长着幻觉。我竟掌心的痛与你相拥，不问离别。我要奔向荒芜的旷野，逃出人海投影的长夜，要捉月光去你身边，无论已经无谓圆缺。我要穿过人间的风雪，拨开浓云就一寸明月，要孤注一掷的誓言，成你我不渝的约。如果我们不是亲生兄弟，那该多好。哥哥，你要做什么？阿楚，我知道你是为了救我。你慢慢收拾，我先去找点吃的。这次的幕后主使是谁啊？是谁这么大胆，居然敢行刺麒麟群？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
非三殿下莫属。三殿下，阿楚，我早就怀疑当年嫡的死是三殿下所为。此番来江陵也是为了查找证据，揭穿他的真面目。如今敌暗我明，你千万小心，最好不要再与他接触。好，我明白了。前面好热闹，他们在做什么？应该是在庆祝花神节。传说得到花神祝福的情侣可以有结同心，白头到老。两位相貌如此出众，想必也是来祈求花神祝福的吧？你误会了，我们是……没错，我们是来自外地的新婚夫妻。我想请问一下，你们认识一个？来。夫人，怎么样？奴婢仔细查问过了，大爷这次去江陵的确是为了公务，但是没说什么时候回来。真的不是私奔？夫人不必过于忧心，大爷做事一向有分寸，绝不会乱来。唉，可是，一涉及到李楚楚的事，他就像疯了一样，不管不顾了。阿楚。白日令你为何要说谎？我们根本就不是夫妻，也做不成夫妻。哥哥怎么知道我们做不成夫妻？你可知，我们并非亲兄妹。破解这个梦，在我极心仪的时候，哥哥不就已经做过？阿楚在说什么？那天的事情，你一点都不记得吗？阿楚，
哥哥，哥哥明日就要出征，今天怎么会有空来看阿楚？阿楚在袭击里，哥哥就算是再忙，也会来。你喝酒了？今日袭击里，家中客人比较多，所以就多喝了几杯。这位姑娘中的是勾栏里最烈的情药，有止患的作用。如果能解释心房，将体内的热度去除，恐怕性命难保啊！除了心房，还有别的办法能救他？有个办法倒是可以一试。阿楚，你醒醒！阿楚。不是，是因为中了药才能出事。你是毒蛊。阿楚现在可以告诉哥哥，为什么非要执意来降你？我来想你。是为了找一个人。谁？这个人，也许和我生母有关。我只知他姓何，50几岁，安平郡人，对着父亲做药材生意。线索太少了。江陵虽小，但是这样找人，无异于是大海捞针。阿楚明白。但是只要有一线生机，阿楚就不会放弃。我帮你。哥哥，阿楚，我找到那个姓何的了，但是他不是什么药材商人，而是采药人。采药人。有人在吗？你们找谁啊？这位姑娘看着好生面熟，咱们在哪儿见过吗？冒昧前来打扰，我想问一下，您是否认识18年前何家的3姑娘？你究竟是谁啊？我是她的女儿，楚楚。错不了，看你这眼睛，跟你娘长得简直是一模一样。孩子，我是你的亲舅舅呀！舅舅？那你可知道，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是乔娘子那个毒妇，仗着你父亲对她的宠爱，买通了稳国，杀死了你的母亲。可如今国公府权势滔天，仅凭您的一面之词，定不了乔娘子的罪。舅舅，您可有证据？楚楚，进来祭拜一下你的母亲吧。哥哥，我想先回安平郡。阿楚，国公府树大根深，乔娘子也心狠手辣，你孤身一人却斗不过他们。这个是我为你准备的新身份，只要你愿意，随时可以放下恩怨是非，开始自由自在的新生活。
阿楚多谢哥哥替阿楚考虑周全，可是生命的仇若是不报，我自己独自苟且偷生，那这一辈子阿楚都不会安心。既然阿楚心意已决，我也不报仇，只是能否再多留一日？为何？今日是4月初8，阿楚的生日。阿楚，这是我第一次做面，也不知道味道如何。来，你快尝尝。阿楚，这是以防万一嘛。阿楚知道，哥哥必定不会轻易放我独自回去冒险。看来阿楚还是不够了解我。哥哥不要生阿楚气，好不好？看在今日是阿楚的生辰份上。傻瓜，哥哥怎么会生阿楚的气呢？哥哥不生气就好。我走了以后，你要好好的，不可以再受伤。将军，都安排好了吗？他们会全力保护二姑娘的安全。三殿下那边好像已经知道你还活着。无妨，我们就假装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，在江陵体察民情。眼下离在暗，我们在明，我就不信揪不住他的狐狸尾巴。废物！居然让李枕给耍了！属下无能，请殿下恕罪。算了，这李枕既然能爬到麒麟将军的位置，又深得太子的信任，必然是有其过人之处。是我小看他了。那5天后和那边的谈判怎么办？给我严密监视李枕，有情况立刻汇报。是。这是李家姑娘，打算做什么呀？婚嫁怎么会这样不成体统啊？婚嫁不用这样。这是李府的二姑娘来国公府提亲呢。李府？哪个李府？没见那箱子上的麒麟图样吗？在整个安平，还有哪个人敢有？这是李将军家。女子提亲，这岂不乱了礼法？是啊，女子提亲。开门！李府提亲！开门！开门！开门啊！开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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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国公府
出尔反尔，想要悔婚？不可能，这婚书肯定是假的。是真是假，叫小姑爷出来一问便知。我已经签字画押了，这下你可以放心了吧？就算是真，也是你使了什么狐媚的手段诓骗而来的吧？不能作数。楚楚姑娘并没有说谎，这婚书确实是我亲手交给她的。住口！婚姻大事乃是父母之命，岂能儿戏？夫人此言差矣，这明明是先有婚书，后又在众父老面前禀明的你，桩桩件件皆合一书，怎能说是儿戏呢？母亲，儿子与楚楚姑娘两情相悦，望母亲成全。就是，明明是郎才女貌，天作之合，岂能棒打鸳鸯？堂堂国公府竟然言而无信，欺负人家一个未出阁的小姑娘，国公府太过分了！国公府欺负人！欺负人！欺负人！个诡计多端的小贱人，他千方百计逼我答应婚事，究竟想干什么？好个诡计多端的小贱人，他千方百计逼我答应婚事，究竟想干什么？母亲，您倒是说句话呀！难道由着他们在这里闹下去吗？夫人先答应下来也无妨，把今日这一trận先过去。既然婚书为真，那我们国公府就认下这桩婚事了，大家都散了吧。楚楚与小公爷情深意笃，既然这婚事定下来了，那就赶早不赶迟。这10日后便是个难得的好日子。李楚楚，不要得寸进尺，事缓则圆。母亲，儿子求母亲成全。好，如你所愿，10日后成婚。小欢，楚楚终于能够嫁你，希望你莫要怪我今日的冷漠。楚楚，都是我温柔才会这样，我岂会怪你？天啊，10日后。岂有此理！李楚楚这个贱人，居然敢胁迫我！韩哥跟他的关系绝不能成亲，这是要遭天谴的。夫人无需动怒，这婚礼能不能顺利办成还是一回事，即使顺利办完了，能不能顺利圆房还不是我们说了算。到时候人来了国公府，由得夫人孽缘错别，有的是办法让他消失。你说的解释，有这个命进国公府，那也得有这个命承受才是。阿楚要和林安生成婚。将军，3殿下那边有动静了，似乎要去风月山庄见面。哥哥，阿楚的计划就快要成功了。姨娘，姨娘可是有什么事？你真的要嫁给那个林小公爷啊？我意已决。可你们2个是亲兄妹呀，这成亲可是要遭天打雷劈的呀！更何况这大爷还不在府里，你若是一意孤行的话，只要是……姨娘放心，我有分寸。那好吧，可是这事儿恐怕夫人是不会同意的。
姨娘错了，只怕她巴不得。李楚楚想要嫁人，随她去吧，千万不要让人阻挠。这个祸害早打发早好，只要能和整个断干净，想攀谁的高枝，由着他去。是，母亲。哥哥，你不是要在江陵多待一段时间吗？怎么？二妹妹出嫁怎么不跟哥哥说一声？按规矩，哥哥应该背你上轿。哥哥，你放心，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你快走。哥哥，等今日之事结束，我会去好好补偿你，好吗？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我可怜的妹妹啊，你死得好惨呐！死得好冤啊！我可怜的妹妹啊！在我国公府的婚礼上捣乱！我妹妹是老国公明媒正娶的妻子，被国公府的人害死了。我今日来就是要为她讨一个公道。来人，把他给我轰出去！夫人，今日是舍妹与贵公子婚事，我理应避嫌，
但我身为麒麟将军，应让治下百姓冤屈可诉。抬进来！妹妹的棺木就在这，将军可以当场开棺查验，真相自然大白。不行，今天是我儿大喜之日，怎能触这种霉头？李将军虽然驻守安平郡，但是此类事务并不在你的管辖范围之内，你如此横插一杠，莫非是有其他的目的？民间冤案，自然由我郡守做主。夫人，人命大于天，这位老汉口口声声地说是冤案，我认为还是查清楚的好，以免污了你们国公府的名声。赵郡守，不要听信这个无赖的话。腹中肯定是想指认凶手。这倒无妨，我们国公府有账册，什么时候是谁的，都能查得到。你们查也查了，凶手也找到了，早日让他入土为安吧。齐妈妈虽已认罪，但她仍是国公府的老人，若是不将这件事查清楚，恐怕会惹人非议。我行得端，坐得正，不怕别人讲。夫人是不怕别人讲，还是心虚不敢言？什么意思？是在说我的母亲是凶手，对吗？小公爷，我哥哥也是怕阿楚所在非人，一时情急。虽然夫人是清白的，那自然也不怕着。
只有夫人你吧。胡说！我们乔家的千羽银针向来是用来救人的，怎么可能用来害人？这不是我们乔家的东西。这银针上有标记，想证实还是很容易的。我想起来了，我们家的银针曾被人偷去了。原来是你！你要还我妹妹的命！你要还我妹妹的命啊！原来是你！你要还我妹妹的命啊！楚楚，我杀了你！母亲，母亲，母亲，你怎么样，母亲？来人，把人带走！母亲，郡守大人，你可是亲眼目睹给我悲惨的妹妹做主啊！郡守大人，郡守大人！母亲，我终于为你报仇了。国公府那边怎么样了？真成亲了？听说拜堂途中出了点事儿，闹到郡守衙门去了。啊，你继续去打探。是。姨娘，怎么样了？大爷带着二姑娘往家赶呢。那就是说这事儿没成？嗯。谢天谢地，谢菩萨保佑。这楚楚可是老国公的女儿，要是真的和林小公也成了亲的话，这可是要遭天打雷劈的呀！哎呀，幸好没成，幸好没成。李楚楚是正儿八经的国公府嫡长女，这么说，这个家就只有我是庶女，只有我最卑微、最低贱。凭什么好事都是李楚楚的？凭什么？乔娘子被逼到那种地步，都没有说出真相，恐怕是想保住一双儿女之后的富贵，不让你认祖归宗。这嫡女的身份，阿楚根本就不在乎，做那么好。阿楚，你还记得方才你说要好好补偿我了？那阿楚亲自服侍哥哥，哥哥可喜欢？喜欢。只是阿楚今日穿着嫁衣，怎不好没有东方花烛颜？你到底喝不喝？妹妹。
就算洞房花烛，可是要先拜堂的。阿楚说的对，等会儿我们就去拜了。等会儿，阿楚，你愿意嫁给我？愿意。好，那3日后母亲的生辰日，我找接我，把这个事情告诉他老人家。他根本不会答应。放心，一切有我。等父亲冤案平反之后，我就带你去一个无人认识我的地方，做一对平凡的夫妻。夫人，您总算回来了。在外面遇到了文渊侯夫人，拉着我聊了半日。怎么了？这个贱人，我就知道他不会放过郑哥。若现在过去，郑哥一定会愈发维护那个贱人。若是闹僵了，反而没有回旋的余地。不能再任由他们俩胡闹下去了。弟兄庶妹私通，若是传到当今圣上的耳朵里，不仅郑哥前途不保，将军府所有人都会沦为笑柄。夫人说的何尝不是？只是依奴婢看，这丫头如今可是狡猾得很，又有大爷在背后撑腰，越发不好对付了。为了预防整个儿与我母子离心，此时最好是借刀杀人，一击致命。哥哥怎么还要闲心喝酒？赶紧想想办法将母亲从牢里救出来啊！此案已经是板上钉钉，神仙难救。你我又何必再费心机？你不去，我自己去。怎么又回来了？芊芊，芊芊，芊芊，今儿可是夫人的大日子，你平日里去她那儿倒也勤快，今日怎么磨磨蹭蹭的？你还不快？姨娘，等开宴前去不就行了吗？这不显得生分了吗？姨娘，你要是着急，你就自己先去吧。啊，你这孩子家是怎么了你？算了，我还是去趟厨房看着点吧，免得到时候出什么差错，夫人又生气。母亲，女儿亲绣了这松鹤延年屏风，恭祝母亲日月昌明，松鹤长寿。三姑娘有心了。女儿为母亲准备的七宝羹应该也好了，这就去为母亲端来。只要解决了李楚楚，我就把你正式过继到宁夏，以后你就是将军府嫡女，亲事还不是由得你挑。
女儿祝母亲长寿长健，晚景如春。这7宝羹熬起来费时费力，也是难为你想着。等等，夫人。二姑娘一片孝心，姨娘莫名阻挠，难道是对我这当家主母有所不满？啊，不，妾身不敢。那还不退下！姨娘，你这是怎么了？莫非是这羹有什么问题？等等，如果这汤真的有问题，那到时候被指控的人肯定就是我。今天是母亲的好日子，姨娘可不要昏了头。快把二姐姐放开！李将军，大胆，竟敢擅闯军营！李将军，有人状告你结党营私、贪污使俸，皇上龙颜震怒，命大理寺严查。皇上的意思是，在事情查清楚之前，军中的事务你暂时就不要再管了，回家休养一阵子吧。是皇上的意思，还是三殿下的意思？于展，有些人你得罪不起，还是识时务的好。小公爷还是操心好自己家的事情，别把手伸太长，小心引火烧身。你。还有，你和阿楚尚未立成，你们的婚事不作数。夫人恕罪，妾身久病缠身，好久没喝过这么好喝的汤了，一时嘴馋。既然久病缠身，那就回房歇着吧。多谢夫人。我去送送姨娘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为了李楚楚？你连自己的性命都不要了吗？我不光是为了楚楚，我还是为了你。才是你的亲生女儿，只有我才是你这个姨娘生的下贱庶女，所以我才会处处本人心，这些都是你的错。李芊芊，你还是个人吗？这种话你都说得出口？我再不开也比你强。李楚楚，你就是个不要脸的祸害。勾引自己的哥哥，现在还害了姨娘，我恨你，我恨你们！
谢，谢谢，姨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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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人，来人，快去请大夫！姨娘，一起来不及，孩子，你妹妹年纪小，不懂事，你原谅她。姨娘先别说这些，一定会有办法。你等我去找大夫，你等我。姨娘，从来没有求过你什么，你就看见我养了你18年的份上，给你妹妹一个机会。好，好，我都答应。只要你活着，你说什么我都答应。滋长着幻觉，我竟掌心的痛想阿楚，人死不能复生，还是先把张姨娘安葬了吧。出去！阿楚，我让你出去！阿楚，阿楚。姑娘，您别太难过了，奴婢伺候您换校服，去给姨娘守灵吧。守灵？他都没有我这个女儿了，我为什么要给他披麻戴孝？姑娘，你是中邪了吗？姨娘她就是个蠢物，她就是个蠢物！好了，三姑娘鬼上身了！哥哥，我没有娘了。阿楚别怕，哥哥会替姨娘好好保护你。我一直以为姨娘偏心千金，不怎么疼我。
却一直藏着怨恨，直到他死了，我才明白，他早就把我当成了亲生女儿。阿楚，我特别能理解你的心情。对你来说，姨娘不仅仅是恩人，更是真正意义上的母亲。姨娘是中毒而死，三妹妹下药是为了陷害，但是她胆子不可能这么大，这背后一定有其他人。这件事，我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，为姨娘报仇。好，需要我做什么，直接告诉我就好。不管查到谁身上，哥哥都会替我做主吗？当然。那如果查到母亲身上呢？真是可恨！明明就差一步就能把那个李楚楚置于死地，阴阳这个不知死活的东西，偏偏要插一杠子。夫人息怒，别气坏了身子。好歹死了一个您看不惯的，也不算收获全无啊。现在已经打草惊蛇，以后要是再想动手，难上加难。一定要把咱们事先准备好的解药处理干净。是。母亲，您睡了。振哥儿，怎么这个时候过来了？家中出了人命案，儿子想问问母亲，打算如何处置？唉，姨娘久病成疾，撒手人寰，实在是可怜。母亲想为她多念几遍亡魂咒，超度一下。姨娘不是因病而死，而是中了巨病。有这样的事？平姑姑，那可要好好查一下，一定要查得仔细些，别让歹人钻了空子。是。振哥，你这是何意？母亲，阿楚并非是父亲的亲生女，我已经决定娶她为妻。什么？来人，把三姑娘抓起来，关进柴房。你要干什么？我要见我母亲，我要见我母亲。三姑娘要怪，
就怪你二姐姐非要揪住这事儿不放。夫人也是没有办法，总不能放任你到处胡言乱语，连累整个将军府。带下去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们放开我！姑娘，你好歹吃点东西吧，这样下去身体会撑不住的。事情查得怎么样了？三姑娘已经被关进柴房，等待发落。看来夫人是铁了心要让她背这个锅。我早该猜到。你找人跟踪平姑姑，然后将军，三殿下已经从江里返回安平郡。诬陷您结党营私的事儿，一定是他在背后搞的鬼。他既然出手，就说明着急了。越是着急，留下的把柄就越多，对咱们也就越有利。可您已经被罢了官，咱们手上的证据也不足以指证他通敌谋逆之罪。万一三殿下趁此机会将我们将军府连根拔起，那……你亲自去一趟京城，务必把这个交给太子殿下。是。阿楚，哥哥，你上次说会把阿楚做主，这话还算数吗？振哥，今日将我和各位族老叫到祠堂，不知有何事？各位族老，我姨娘无辜惨死，是有人蓄意下毒。这是吉祥药铺的账册，上面赫然登记了3天前去买药的人，是母亲身边的平姑姑。平姑姑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夫人，冤枉夫人！当时奴婢正好有事要出门，三姑娘说姨娘身子不爽，托奴婢给她带几味药材。奴婢年纪大了，又不懂药理，哪里就知道那几味药材加起来能要了人命啊！平姑姑，你可是母亲身边最得力的人，怎么会心甘情愿地听从三妹妹的指示？二姑娘这是何意？不会是怀疑到我这个当家主母？叔叔不敢，只是人命关天，若是让杀人凶手逍遥法外，姨娘的在天之灵恐难以。大胆！来人，给我掌嘴！母亲息怒，二妹妹伤心过度，难免失了分寸，不如将三妹妹叫上，与平姑姑当面对质。把三姑娘带上来。三姑娘，是不是你拜托平姑姑去吉祥药铺买药，又错给姨娘服下，导致她中毒而亡？你若想活命，就只能认了误杀之罪，否则很快就会被送去和你姨娘团聚。三姑娘，夫人的话，你听清楚了吗？速速回答。李芊芊，你疯了吗？是我搞错了药方，害死了姨娘，求母亲和族老们惩罚。
三姑娘到底是年纪小不懂事，求各位族老们从轻发落吧。既如此，就将三姑娘送到乡下田庄思过，永远不再回府。大家都散了吧。不是这样的，事情还没有查清楚，这些都只是他们的一面之词。等等，你们不能走，我要去报官，让衙门的人查个清楚。阿楚，不能去，此事不能再闹大。可是，你也相信他们说的，觉得是我这无理取闹吗？我李楚楚发誓，我绝对不会让姨娘白死。这二姑娘被你惯的可是越来越无法无天了，再这么下去，迟早会酿成大祸。真相究竟如何，恐怕只有母亲心里最清楚。您好自为之。你。李芊芊，这是姨娘给你传的嫁妆，你一并带走吧。李芊芊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姨娘到底哪里对不起你了？她做的最错的事情，就是收养了你。李楚楚，风水轮流转，只要我还活着，你就别想有好日子过。对不起，姨娘，是楚楚没有。你来干什么？阿楚，你听我解释。还有什么可解释？哥哥口口声声说支持我替姨娘报仇，结果却站在了杀人凶手那一边。我早就该想到，哥哥只会把将军府的门楣放在第一位，至于其他的，都是随时可以牺牲的。阿楚，我知道你心里委屈，但是现在情非得已，要以大局为重。大局？那如果哪天我危及到了哥哥所谓的大局，那哥哥是不是也会毫不犹豫地放弃阿楚？阿楚，我们之间一起经历了这么多，还在祖宗面前许下誓言，难道阿楚竟从未真正的信任过我吗？那哥哥会亲手将自己的母亲送进衙门大牢吗？哥哥，请回吧，别打扰我替姨娘狩猎。
姑娘，你脸色看起来不太好，还是找个大夫来看看吧。没事，我就是最近忙姨娘的丧事，有点累。姑娘，您没事吧？没事。您这个月的癸水好像一直没来。殿下。殿下，现在国公府虽然是安生做主，但毕竟名不正言不顺，您看能不能想想办法，让我早点西决？急什么？上次你母亲的案子惊动了父皇，能保住你世子之位已经不错了，别做多余的事，从长计议吧。是，多谢殿下提点。殿下，真是岂有此理！殿下，出什么事了？太子罢免了好几个朝中我的人，还上书力保李枕。他现在不仅官复原职，还多了2个州的兵权。是。启禀殿下，麒麟将军李枕求见。大夫，怎么样？是喜脉。这位夫人回来大概有1个月的身孕，只是什么？脉象虚浮，有滑胎之象，孩子十有8九是保不住了。见过三殿下。将军无需多礼。本王正想亲自登门恭喜将军官复原职，你倒是先来了。末将正好有一事，也想当面请教一下殿下。将军尽管讲，本王定是知无不言。小公爷无需回避，因为此事也与国公府有关。3年前江陵一战，布防突离奇泄露，导致我父枉死，应该是殿下指使老国公所为吧？将军可有证据？没有。来人，拿下！大夫，此事请您务必保密，拜托了。明白。你说什么？李楚楚怀孕了？千真万确，奴婢亲眼看到明远的丫头鬼鬼祟祟，所以多留了个心眼儿。朕哥刚刚官复原职，偏偏又生出这般事端，这如何是好？夫人，你可千万要挺住啊！这孩子留不得。殿下难道就不好奇，本将军在江陵都查到了些什么？原来都是场误会，是本王一时心急。将军，
不必在意啊。殿下客气，那墨家就先告辞了。将军慢走。殿下，您为何要受他威胁啊？李枕手中掌握着对本王不利的证据，本王大业未成，不能冒险。将军为何要打草惊蛇？这样岂不是让他们有所防范？这招叫敲山震虎。对付姬青云这种生性多疑的人，就得反其道而行之，让他误以为我们已经抓到了他的把柄，不敢再轻举妄动。将军高明，属下佩服。对了，二姑娘刚才派人捎来口信，说让你赶紧回家一趟。姑娘，你真的考虑好了，一定要这样做吗？既然这个孩子留不住，那就让该死之人为他陪葬。母亲，您怎么来了？你要干什么？你不要伤害我的孩子。今天你就算是死，这个孩子也留不得。我不喝，这个由不得你。我喝呀。住手！母亲，这是何意？哥哥，救救我，救救我们的孩子！孩子？阿楚，你说什么？肚子里有孩子？好疼，我好疼，我们孩子可能保不住。真哥儿，你也不要怪我，母亲都是为了你好，这个孩子留不得。为什么留不得？孩子若是生下来，外边的人如何看你？你的前程还要不要了？前程，在你眼里只有我的前程，将军府的前程。你心里明知我和阿楚并非亲兄妹，又两情相悦，这孩子为什么留不得？你不惜的，并要对他赶尽杀绝。可你曾想过半点，他腹中的孩子也是我的血中血，骨中骨。这个孩子就是一个祸害，他是将军府的耻辱。只要我还有一口气，就容不得他。来人！送夫人回房休息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不准出房门一步。干什么，真哥？我可是你亲娘，放开我！至于这个恶奴才，拖出去重打20大板，赶出将军府。大爷，大爷饶命啊！大爷，奴婢再也不敢了。二楚，明月，快去请大夫，快！是。二楚，你醒醒！放开我！你们好大的胆子！放开我！我家法处置了你们！我是将军府主母，你们凭什么这么对我？来人呐！不会的，真哥不会那么对我的。我生他养他，是他亲娘，我把他看成是我的骄傲。可是
这个，我就知道，你肯定是舍不得为娘的。你是来放我出去的，对不对？都是李楚楚那个贱人勾搭了你，我要杀了他！我要杀了他！母亲，事到如今，你竟还不知错。你说什么？你把阿楚养成扬州守马，让他陪客，折辱他，甚至还想杀了他，更别说你还害死了张仪。住口！我所做的一切，都是为了你，为了将军服务。我有什么错？别再找借口了！你所做的一切，不过是为了你自己的虚荣和面子。倘若你一丝一毫是为了，你就不会再一而再、再而三的做出这种伤天害理之事。过2日我会派人送母亲去家庙礼佛，以后将军府的所有事都不准再插手。阿楚，今日你可满意了？哥哥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今日你筹划了很久吧？特意把我叫回来，特意让我看到母亲逼你的这一幕。我不明白，哥哥在说什么。如果你真的想要这个孩子，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？这非要选在今日母亲动手之前吗？阿楚，你真的好狠的心，为了复仇，连自己的孩子都要杀。这个孩子本就不该存在，所以你就一直都在骗我。你究竟对我有没有过真心？哪怕只有一点。只有心，在这个家是活不下去的。哥哥救了阿楚，没有心。从始至终都是我自己一厢情愿。不管发生什么事，姑娘都要顾惜着自个儿的身子。这才小月子，哭成这样，落下病根，那可是一辈子的事儿。做决定，没有这个孩子，我和哥哥
可就回不到过去，还是一样的时候，我不得不跑。只有心在这个家是活不下去，可就当阿楚没有心。阿楚，我对你将军在你呀，我情此不敢。姑娘养了这几日，脸色好了许多。可是发生了什么事？听说夫人病了，这才关了几日就病了。到底是大爷的亲娘，护卫不敢大意，已让人到军营中报告大爷了。既然母亲病了，那我这个做女儿的也该去关心关心。母亲如此有力气，可不像是生病的样子。当年我就应该把你掐死。这扬州瘦马调教出来就是用来勾引男人的。你的亲生儿子会被我勾引，再在我手上，这不是很正常吗？你意外什么？贱人！李楚楚，你给我等着！
这个月怎么多出这么多银子？都花到哪里去了？回小公爷，是小姐为了救夫人上下打点，所以……胡闹！以后没有我的允许，不许再给她1两银子。是。小公爷，三殿下给您的信。要袭爵，杀李轸。林小公爷，别来无恙。你是谁？你的故人。见林小公爷心力交瘁，特来相见。鬼鬼祟祟，究竟想说什么？我就问你一句话，你想不想知道你的婚礼是被谁破坏的？又是谁害了国公夫人，进监狱的？大爷，大爷，林小公爷来了，让他去前厅等着，我稍后过去。是。李将军，林小公爷拨冗前来，不知何事。我来接新婚妻子回府。不行，我早就告诉过你，你们这桩婚事不作数。姑娘，林小公爷来了，说要接姑娘回国公府。今日我连安生接不到人，誓不罢休。小公爷还是请回吧。往日种种都是我的错，你我二人是注定做不成夫妻的。为什么？难道你以前对我的情谊都是假的吗？李楚楚，你不会真的以为能把所有人都玩弄于股掌之中吧？到现在了，你还是连一个理由都不肯给我，你真当我是傻子吗？小公爷见谅，我是有苦衷的。苦衷？什么苦衷？你是我亲妹妹的苦衷吗？这么明显，我以前竟然没有看出来。李楚楚，你怎么那么喜欢勾搭自己的哥哥呀？亲哥哥如我要勾搭，野哥哥似李轸也要勾搭，你就那么喜欢？乱伦吗？这么看着我做什么？以为你们两个的关系滴水不漏，没有人发现吗？我告诉你，不把李楚楚交给我，我就把你们两个人的关系给爆出来，看你们以后在安平郡还怎么做人。威胁我？这件事闹到最后，就算我麒麟将军不做，也不会让你们国公府好好，过。好啊。那咱们就看看，这世间的公道到底站在哪一边。小公爷，
这件事你不用管了，我来处理。大爷，二小姐，不好了，林小姑爷在门口闹起来了。这样肮脏的地方，根本就配不上御赐的字。来人，给我把匾额摘下来！住手！给我闪开！林安生啊，你就只会这些下作的手段吗？下作？堂堂麒麟大将军和自己的庶妹苟合，难道就不下作？还需要我用更高明的手段来对付你们吗？配吗？有什么不？尽管冲我来！你以为我不敢吗？这3句是我替阿楚还你的。还？你们还得起吗？你给我听好了，我陪了阿楚10几年，比任何人都有资格跟他在一起，绝不允许任何人欺负他、侮辱他、践踏他。你出手！你心愿离职，可你却欺我骗我，我很快就会让你尝一尝失去爱人的滋味。连生，对不起。姑娘，你真的要走吗？如今这样，我继续留下，只会连累哥哥，给将军府带来屈辱和麻烦。你如此费尽心机的接近我，究竟想在我这里得到什么？莫非你想当国公府的主母？林小公爷，你未免也太看得起自己了吧？区区一个公爵夫人，我李芊芊倒还真看不上。公爵夫人都看不上，难道你还想当皇子妃不成？若是有林小公爷的助力，有何不可呢？况且，我在三殿下那站稳脚跟，也能助你一臂之力，不是吗？
你怎么在这儿？你竟然还想走？你骗我的感情！你杀了我的孩子，还想一声不吭的就走？李楚楚，你究竟把我离真当成什么了？事已至此，你我既做不成兄妹，也做不成夫妻。分开对彼此都好。分开？你竟狠心杀了我的孩子，我这辈子都不可能放你离开。你就在此待着，日日夜夜为你的所作所为是罪。三殿下，您不记得钱钱了？春日宴上，可是对您一见倾心呢。钱钱也替姐姐多谢三殿下。美人，谁让你来的？林小公爷。既然如此，那本王定不会让美人失望而归的。姑娘，姑娘，外面的人喝了有迷药的酒，你快走吧。那你怎么办？不会有人知道是我做的。姑娘，快走。阿楚，此番外出归来，方知你受尽苦楚，甚是痛心。我为臣，愿为国死；为兄，却早已为你还欠盟言。然你我既为兄妹，我这点心思，便永远也见不得光。我既想你知我心，又恐你知晓或厌弃于我，常为此辗转反侧，夜夜两难。可是阿楚，无论如何，你要相信，我对你的心，是天地之间的诚的。此生此世，无知生死，愿与情同。醒了。小公爷，你把我绑来这里干什么？李楚楚，你不是自诩聪明，玩弄人心于股掌之中吗？既然过去咱们能隔空合作，各取所需，我相信这一次，你依然能帮兄长一臂之力，皆大欢喜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难道是？好妹妹，你以为凭你的那点小伎俩，真的能对付我的母亲吗？要不是我在暗中配合，你那出戏早就快唱不下去了。我说不行就不行，只要我活着的一天，国公府上上下下一切的事情都由不得你做主。
没想到这个孽障居然还活着，还成了将军府的二小姐。最好是找个没人的地方悄悄弄死。没错，我早就知道你的身份。那你为什么一直不说呢？说，我为什么要说？我还需要用你来对付我那惯爱弄权的母亲。怎么不说话了？吓傻了？是不是被人玩弄的滋味很不好受啊？嗯？真是可惜，我本来还对你怀有一丝愧疚之心，现在看来根本就不需要。你本来就是一个疯子。好啊，你要杀我的话，那就动手。想死？没那么容易。我在将军府也那么大一出戏。可不是让你现在就死的呀！到底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马上就会知道了。这几个三殿下那边可有什么新的动静？没有，他估计以为咱们抓到了不少实锤，不敢再轻举妄动了。此人生性狡诈，不可掉以轻心。将军，你还是早些回去歇歇吧。我没事。将军，府上来信，二姑娘不见了。大爷，您找我？她去哪儿了？奴婢不知。我不怪你，你告诉我，她到底去了哪里？奴婢真的不知，奴婢不敢问，也不忍问。姑娘心里苦，留下更苦。奴婢知错，请大爷惩罚。将军，怎么样？有消息了吗？依照将军吩咐，已往各个方向都派了人，但还没有查到姑娘的下落。李楚楚，明明心愿离职，可你却欺我骗我，我很快就会让你尝一尝失去爱人的滋味。不对。现在回想起来，南生所说的话，更像是有意押出了一个。难道说，你们继续四处搜寻，我去趟国公府亲自看看。李将军，请稍后，容小的去告知小公爷。滚！李将军，这么快就来了，正好，我就不用派人去通风报信了。阿楚，哥哥，不要管我，你快走，别管我。阿楚好歹是你林家血脉，为何要赶尽杀绝？李将军，如果你愿意乖乖配合我，把三殿下要的东西交出来，然后当场自尽，我保证不会伤害我妹妹一根毫毛。不要答应他，哥哥，不要，哥哥，不要答应他。好，我答应你。二楚，你怎么样？我没事，我没事。哥哥别担
上天让我要的。哥哥知道，知道。哥哥现在也带着我家。阿楚，进去一下。我是赵大夫。阿楚。二姑娘这一剑失血过多，药石无医呀。我不信，一定有办法的，一定会有办法的。将军，这二姑娘怀孕时身子就不好，因此孩子也保不住。后来小产后身子还没有养好，这又受了这一剑。将军，我有办法。多年前在南家打仗时，属下曾得到一个秘方，安方煎药后有人服下，当药融入血中，然后放血，让伤患服用。等阵，属下亲眼所见，只是喝下去的人生不如死，受不住的情况下，常会求死。我喝，将军。你快去准备吧。是。殿下，林小公也行动失败，不过李楚楚似乎受了重伤，生死未卜。这么说，这个李枕和林安生已经势不两立了。也好，这样我就又多了一条忠心的狗。殿下，你若想对付李枕，奴婢倒是有个好主意。哦，说来听听。将军，你去拿绳子，把我绑起来。将军，这你不说常有人因要挟过帘而求死吗？随本将命令你，把我绑起来。是我小看你了，你有这般能耐，只做一个小小的暖床婢，倒是大材小用了。跟着我，日后定有你好前程。
这么长时间，还是没有消息。最近我一直派人盯着将军府，可那李枕寸步不离里楚楚，实在是没有机会下手。别挑战本王的耐心，你若是坏了本王的大事，我定将你五马分尸。去得快！阿楚，你不是最喜欢聚仙楼的醋鱼吗？我特意把厨子请了过来，走，带你尝尝。哎，哥哥，你这是要把我喂成猪吗？每天除了吃就是睡，你再这样下去，我就要胖了。现在看起来，的确好像胖了。真的？逗你呢，以前确实太瘦，现在看起来刚刚好。无论阿楚以后变成什么样子，在我心里，你永远都是最美的。将军，什么事？太子逆信。将军，是出什么事了吗？皇上病重，朝局不稳，太子殿下正在全力封锁消息，命我们在1个月之内行动，最好是抓他一个现行，一击致命。这三殿下现在跟个缩头乌龟似的，连面都不敢露，咱们怎么抓他呀？看来是时候给他添一把火。三殿下，李枕的副将风林带领大批麒麟军，秘密离开了安平郡，形迹可疑。这么长时间了，宫里一点消息传不出来，莫非太子要有什么大动作？你拿着这个。调动兵马在城外驻扎，以防万一。是。哥哥是不是在想三殿下的事？果然什么都瞒不过阿楚，我只是有些担心。如今大战在即，我怕输了会连累阿楚。哥哥，你尽管放手去做，你我生同期。三姑娘，你吓死奴婢了。最近府里什么情况？如今二姑娘的伤好的差不多了，大爷这几天倒是经常外出，应该有什么大事要忙。二姑娘，求求你救救我们家姑娘吧，她快死了。三妹妹怎么了？你快起来说。三姑娘从庄子上回来以后，身子便一直不舒服。本以为跟了三殿下也算有个归宿，可谁想突然生了一场重病，如今被扔在客栈里，只剩一口气了。姨娘从来没有做过你什么，总看在我
压了你18年的犯傻，才给你妹妹一个机会。这样，我先去跟哥哥说一声，看能不能先把三妹妹接回来养病。啊！哎，二姑娘，要不您先跟奴婢去看看吧，不然您怕是见不到三姑娘最后一面了。也好，你先去外面等我，我换件衣服就来。是。三妹妹，这是发生了什么事啊？怎么成了这副样子？二姐姐，我恐怕是时日不多了。想想之前犯的那些错事，让咱们姐妹离心，我这心里真是愧疚。先别说这些，如今你的身子最要紧啊。妹妹不奢求姐姐的原谅，只求姐姐能喝我一杯认错茶。姐姐，去杀了李芷。是。哪来的这种药啊？有点意思。这可不是药，是蛊，名为相思蛊，还是我被他们送回庄子的时候，从一个江湖游医那里得到的。没想到，居然还派上用场了。大爷，二姑娘回来了。阿楚，天气寒凉，你身子还未痊愈，小心风寒。二楚儿，你这是做什么？杀了你。为什么？主人让我杀了你，我就杀了你。一击致命，干得不错呀！李轸啊，李轸，你未免也太自信了吧？就凭你，也想和本王斗？恭喜殿下得偿所愿，接下来也该让芊芊出口恶气。
三妹妹，你要干什么？姐姐不用再费功夫了。你杀了李轸，一个杀人凶手，又能逃到哪儿去？李姐姐，你究竟是为什么这么好？我从小到大替你挨了多少？他哥哥对你也不好，你居然设计让我杀死他哥，你这样子对得起你娘的3天之灵吗？你还有脸跟我提娘？他是因为你才死的，是你把我变成了一个孤儿。不，娘在乎的人是你，连他临死前都在叮嘱我，让我好好照顾你。照顾我？好啊，那姐姐就为了妹妹的青云路，再牺牲一次好不好？要杀了？杀了你多没意思啊！我要折磨你。如果我用刀在你美丽的脸上来上几刀，再把你丢到大街上去，不是更有趣吗？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像你这种下贱又可怜，本王怎么敢把你免责？你万一给本王下蛊，这可不是药，是蛊。还是楚楚姑娘这种，乖巧又柔弱的更可爱。什么鬼？美人儿，别着急呀，一会儿就轮到你了。混账！竟然敢骗我！你们手上根本就没有本王的真凭实据。鸽子三殿下这种多疑又狡诈的人，不使点计谋，很难让你露出马脚。小姐，小姐。李芊芊究竟想搞什么？大爷饶命！奴婢不知。别挑战我的耐心。三姑娘想给二姑娘下蛊，让她变成傀儡。她不想，你不能去。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？况且为了爷娘，我也愿意最后再给三妹妹一次机会。而且如果这背后之人真是三殿下，这也是让他亮出最后底牌的方法。你竟然一直在戏弄本王！我确实没喝那杯茶，而且刚刚那匕首，也只是扎到了哥哥的护心镜上，伤了一点皮肉而已。
怪不得李芊芊斗不过你，果然是好演技。不过，你们未免高兴得也太早了吧？真当本王就没有后手了吗？给我杀了他！慢着，就凭你这点，也敢跟麒麟军对抗，简直以卵击石！想活命的，都放下武器投降！李晨，这是以下犯上，老是绝对不会饶过你的。那就看看三殿下到底还有没有这个本事。来人，带走！李晨，爹，儿子不负所托，终于为你沉冤昭雪。阿楚，我准备亲自押送三殿下进阶，跟皇上把所有的事情都解释清楚。好，你先小心，快趁我的哥哥回来。姑娘今日这样精心打扮，莫非是因为大爷要回来了？闭嘴，别胡说。楚楚姑娘，圣上下旨恢复你宁家嫡女的身份，从今往后你就是林楚楚了。多谢林小姐。